1两银子成交。这孩子没死，饿的。这丫头不老实，吃饱了就想跑。小心些，别摔了。大娘真是心善，我可告诉你，我这卖的丫头可没像牙行那里调教过，你买回家一定要饿几顿打几顿才会老实。你别看这丫头身上没几两肉，揍几顿老实了，下地干活拉犁耕地都能干。这是穿越了，还穿成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想我堂堂销冠，就一顿庆功酒的功夫就穿越了。人家是投资亏回到解放前，自己这是一醉回到1000年前呢。好孩子，莫怕呀，不会有人打你的。着火了！别胡说，是大师在里面做法呢。郎，二郎，娘回来了。现在四下无人，要不要趁这机会跑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看到有灰落上面了。你先吃吧。大师，您看，就是这孩子。王氏，这人几时生的？8月16、50生的。女子难得50生，最好今晚就让她住到屋子里去，帮你家二郎挡煞。熬过这一劫，二郎以后一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这是药，煎了给你家二郎喝掉。记得煎药的时候要让他动手，还有让他得心成点。我的名头你是知道的，只要出手没有不灵的。但是这小丫头要是得罪了大仙，仙药就不灵了，那时候谁都救不了你家二郎了。这明显是要甩锅呀！心诚不成，就算挖开来也看不到啊！这是古代，万一王室迁怒之下要把自己烧死活埋，脑中闪过108种残死法。大师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神仙知道我是心诚的，您教教我吧，我一定要救人，怎么才能显得心诚？仙姑，求您指点一下吧。是啊，大师，您教教我，只要您说的，我一定都会做到的。屋子里的人得了痨病，你得日夜守在屋里，一步都不能离开屋子。小丫头想跟自己斗，论甩锅，我可是专业的。痨病肺结核呀，传说中古代必死的病，这锅一定要甩掉，我能做到。您放心，只要人能治好，我一定一步都不离开屋子。这样就行吗？这丫头片子看着年纪不大，怎么这么难缠？光是这样当然不行，煎药的时候更要心诚。我一刻不离的守着药罐。不够，煎药的时候你得背经文，你得背道德经。道德经？对，就是道德经，一边煎药一边背。可是道德经大师，要是我请人在屋子里念道德经行吗？娘，不行，其他人不行，只能他来念才能显得心诚。大师，我会背道德经，只要煎药的时候背一遍，我肯定能做到的。你要跟大仙说，让他一定要让人好起来呀。你会背？那你刚才？我不仅会背，还能默写呢。好。说完，大师就提着东西走了。你好，点眉，你看，这是仙姑提点找到的你的贵人，说能帮你挡煞呢。刚才仙姑的话，你都听到没呀？我听到。你先喝口水吧。大娘，屋里这么闷也不好。我以前听人说，病人不能着凉，可屋子也不能不透风。还有这说法？是呢，您看，现在外面天也不冷，我们把窗户拉起来透光吧。好，听你的。二郎，你看，这是大师指引娘找来的贵人，有了他，你的病一定很快就会好的。以后就叫你希儿吧，我就养了二郎一个，你就跟我女儿一样。你年岁还小，以后叫我婶娘。二郎比你大了5岁，你叫他哥哥吧。王氏对儿子寄予厚望，虽然是冲喜，可也没打算让妍希当自家儿媳妇。可为了贵人之说，也不能当丫鬟。再说刘家这日子，要是买丫鬟，估计会成为大家的笑柄。婶娘，二郎哥，家里这些日子有些艰难，等二郎好了，就都好了。看你饿的这样子，也得养养，晚上起夜什么的都有我。娘，你也，谢谢。哎，娘知道，你放心，快别说话，娘知道要些好。婶娘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虽然有神仙保佑着，但是治病还是得看大夫吧。看过几个大夫了，有人说是风寒，有人说是风热，有人说是肺痨，不过大仙都说会好，总会好的。我先去拿药炉进来，你先帮二郎赎药，煎好药再洗漱换身衣裳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，惜言自然。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。靠在床上的二郎开始只是听着，看他真的一字不漏地背出来，脸上浮现惊异之色。他已经很久未能好好睡一觉了，今日折腾半天，在清脆的背书声中，倒是渐渐睡缓过去。现在还没过端午，4月的天气，天一黑还有点冷，你先在房里擦擦。这2件是我改的旧衣裳，今天先穿着，回头我照着你的尺寸再给你改几件衣裳。好。
王氏絮絮叨叨说起刘恒从小如何懂事，如何聪慧。原本今年过了院试就有功名了，骗他从县里回来时碰上大雨淋雨了。开始只是有些咳嗽，就想省些银子，只抓了几副药，没想到都怪我呀！当时怎么能听二郎的呢？若我请了大夫来出诊，或许就不会拖成费劳了。婶娘，二郎哥吉人自有天相。对，大师都说了，你可是二郎的贵人，能帮他冲洗挡煞的。妍希听到冲洗就头痛，还好看王氏的意思，没想让自己做童养媳，冲洗也好，挡煞也好，自己都没这功能啊。这一刹那，他有点心虚。二郎，你醒了。娘，我感觉好些了。你今日走了一天，快歇歇吧。哎，没事，娘不累。我先去看看家里那2只老母鸡下蛋没，若下了明天给你炖蛋羹吃。王氏看着二郎好起来了，连走路都带风。你这孩子怎么自己起来了？婶娘，二郎哥这样是大好了呢。这真是大师保佑，上天保佑。等会儿我要带些香烛到大师家去。二郎大好了，我得去谢谢大师。婶娘，我来帮您。家里没有新的香烛了，我得再去买些香烛。王氏声音渐低，显然家中银钱紧张。婶娘，家里又不富裕，不如就提些瓜果蔬菜过去供奉，也是我们一片心意。好好。妍希送他出门，趁机探头看了院外，想着探路晚上跑。阳山村出去就是官道，顺着官道往南走20里地就是青龙镇了。二郎哥，你怎么出来啦？阳山村离青龙镇不算远，20里路，走慢些1-2个时辰也能走到了。说起来，我娘就是在青龙镇买到你的呢。听我娘说，那人贩子说你几度逃跑，结果挨打挨饿了。希儿，你是被拐卖的吗？你莫怕，若是被拐卖的，自可直言。我娘最是良善，就算不能马上送你回家，我们也能设法联系你家人接你。妍希能背《道德经》，显然是读书识字的，这样的人家怎么会轻易卖儿卖女？若是大户人家被拐卖的幼女，送回去可是一件大好事。我真不是被拐卖的，二郎哥，我是被家里卖掉的。真不是被拐卖的啊？不是，真不是。二郎哥，今天不冷也不热，你就在院子里吃饭吧。那你为何要逃跑？从那些人贩手中逃跑，你就不怕吗？我害怕，我听人说卖做奴婢后就会被主人家打死。我害怕，我不想做奴婢，我想回家去。原来如此，幸好你当时没跑掉，若是逃奴被抓，下场都不好。官府对于逃奴，轻者鞭挞百下，重者断了手足。别说了，其实我们家这样子，买人都是笑话，要说蓄奴更是妄想。我娘本来还指望今年我能参加府试，明年若能过了院试，就能租种府里的书田。有了书田补给，家里也不会如此艰难了。可如今已是4月，今年院试肯定错过了。现在我病已经好了，等我娘回来，我跟她说，让她再送你回青龙镇。送我回青龙镇？对啊，我让我娘送你回青龙镇。她当时从哪里买下你的，让她送你回去。不要，我不要回家，不要送我走，也不要卖掉我，我父母早就不在了。仙儿，我家实在贫穷，我能干活。二郎哥，不要送我走，不要卖掉我，求求你。松开，松开！二郎啊，你娘，哎呦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三叔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娘刚才出门去了，你有没有碰见啊？哦，没事没事。二郎啊，听说你娘花1两银子给你买了人，就是这个丫头吧？三叔婆好。二郎哥，婶娘说你身子刚好，不能在外面吹风，求求你，你就听我的，快回房躺着去吧。我已经好了，有人在呢，还不推开去倒水？三叔婆，快请坐。三叔婆，您坐会儿。二郎啊，你这病是好了吧？本就是些许风寒引起的，现在没事了，劳叔婆挂念。哎呦，客气啥？你好了就好。叔婆，听我娘说，她之前急着请大夫，还问您借了300文呢。是啊，那时候看你娘那个急，我家刚好卖了点鸡蛋，手里有钱。现在你也好了。叔婆，我娘跟我说过，多谢您借钱救急呢。4月了，正是春耕时候，我们一定尽快将钱还给你。哎，我不是来催还钱的，你身子好了就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听到刘恒的话，三叔婆觉得放心不少，又寒暄了几句，笑眯眯的告辞了。家里欠的钱多吗？听娘说，林总借了快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，1两银子是1000文，10两就是1万文。他听王氏念叨过，一个鸡蛋卖2文，1万就是5000个鸡蛋。脑袋里换算了一下，看向刘家院讲那2只老母鸡，还债压力山大呀。我们得赚钱。明日就到外面走走，看我好了，至少能保证腊月前，只要无急事，应该没人来催债。我到西边看看能不能捞点鱼虾烧汤，鱼汤最补身子了。穿过来前虽然是官儿，
但也能满足温饱。现在好了，无父无母，还被签了卖身契，这具身体年龄太小，估计跑出狼窝又入虎穴，还是先苟着吧。希儿，希儿，婶娘，我在这儿。你这孩子怎么能一个人待在这儿？万一摔了怎么得了？还不快上来！这都下午了，你和二郎两个也不知道弄点午饭吃，肚子都不知道饿了。婶娘，你看我捞了不少鱼，回去做鱼汤吃吧，病好后吃鱼汤最补元气。你看我还掐了荠菜呢。好，希儿真能干，是个能干的姑娘。婶娘，我们不要春耕吗？家里只剩2亩水田，索性就垫给人家种了。婶娘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离年底还早着呢，你也不要太忧心。你说的对，总会好的。娘，您先坐下歇歇，等会儿就煮好了。他本来心里对刘恒有些顾忌，毕竟这14岁的少年，上午说的话颠覆了他对小屁孩的认知。现在看他挽着袖子熟练的烧火做饭，又觉得对他有了不同的认识。你这孩子，不是说大了不能到灶房来，让人看到笑话。快放下吧，我来。娘，都是家里人，有什么要紧？您出门走路累了半天了，先坐边上歇歇。对，婶娘，您先在边上歇歇。二郎哥，我刚才抓到鱼了，我来做鱼吃。前世一个人自己做饭自己吃，10多年练下来，厨艺比不上大厨，但是家常菜还是没问题的。好闺女，婶娘，您尝尝。好吃，没什么鱼腥气。希儿比我的手艺好。希儿做菜真好吃。小丫头还挺记仇，自己上午说的话得罪她了呀。希儿，以后你就住在西厢房吧。谢谢婶娘。二郎都跟我说了，他说你是个有志气的，不愿为奴为婢。你是二郎的贵人，救了二郎的命，婶娘感激你。这卖身契还给你吧。妍希没想到压在自己心上的大事就这么移开了，1两银子啊！王氏母子竟然这么轻易就还给自己了。你要是想回家，就像二郎说的，我们帮你打听一下，送你回去。婶娘，我不想回去，我能不能还是住在这儿？还是住我们家里？我能干活，不会吃白饭的。而且我不白住，您就当把屋子租给我的，等我找到赚钱的法子，我就付钱，行不行？行，怎么不行？屋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你才多大呀？婶娘怎么好意思跟你收钱？等二郎去了书院，你还能跟我在家做个伴。对了，二郎说你若留在阳山村，没有户籍却不妥。光顾着自由，忽略了不管现代还是古代，户口都是大问题。婶娘，我不认识别人，户籍不知该放哪里。二郎说你若没地方落户，就先落在我们家，等你以后长大了出嫁了，再迁出去都行。又是二郎说，这刘二郎到底还说了些什么呀？谢谢婶娘，谢谢二郎哥想的周到。好了，你早点洗漱休息，明日我去李正家说一声，托他把你户籍办好。日子过得挺快，妍希拿到卖身契后，转眼已过了10天。二郎哥，你要上山？是啊，我去山上转转。这山上没什么人走，你不要跑里面去。我就到山脚竹林这边转转。妍希找了半天，她放下背篓，专心致志挖起来。我来挖吧，你让开些。黑脑袋，白裙子，哎呀，这不是竹荪吗？二郎哥，你快来看，这不是竹参吗？二郎哥，这竹参是不是好东西？自然是好东西。希儿，你难得上山居然就能碰上，可真是福星。二郎哥，这些竹参要是摘下来卖，是不是能卖不少银子？卖银子应该可以吧？你要拿竹参卖银子？对呀，你看这里9朵竹荪，能不能卖100两银子？山珍海味，这可是山珍啊，总能卖不少钱吧？仿佛看到满天钱银，妍希简直是拿出最大的毅力，才压住嘴角，没翘上天去。100两，希儿，这是竹参，不是人参。那10两呢？哪能卖这么多啊？你想想，上好的人参才卖多少钱？这竹参其他地方虽然少见，但咱们这儿多山多竹，竹参还是有的。这9朵鲜竹参晒干了，只怕1钱都不到。不过这些竹参拿到镇上药房，或许几10文还是有的，这也很厉害了。如今1天粗工最多也不过20文。哦，走吧，你先回家了，我去挖地。好。二郎娘，我看你一早提着东西到镇上，是去买什么啊？哪还敢买什么？他说婆，不瞒你说，家里都快断顿了，我织了几只布，先拿到镇上去卖了，换点米回来。哎呦，你家竟然难到这份上了，没米先到我家拿2斤米啊！这怎么好意思？借了你家钱还没还呢，哪好意思再麻烦你？今天到镇上卖了布，已经买了一些粮，买了就好。二郎娘，我这儿有个天大的好事要跟你说。他叔婆，你这说的好事到底是什么事啊？
那牛员外家你总知道吧？他想买妍希回去当儿媳妇，牛员外家可是诚心买的，愿意出30两白银呢。什么？出30两？妍希的腿绷紧着，30两可不是小数目，只要王氏开口答应，他就马上往村外跑。是啊，而且牛员外说了，既然他要买回去当儿媳妇，就按着礼数来，等牛公子病一好，说不定还带着希儿回娘家呢。万一没好呢？呸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妍希能救二郎，就能救牛公子啊！再说，真要救不回来，牛公子结了亲，到了下面也不是孤单一个人了。什么？希儿才9岁，这是不行。我家二郎说了，希儿是我们家的人，他想做什么都能自己拿主意。我们已经将卖身契还给他了。你们1两银子都不要的还给他了？是的，1两银子说不要就不要。哎呦喂，那你倒是先把我家的钱还了啊！我尽快还你。他说婆，等下月我织布卖了钱就还你。我呸，还要等下月？谁家不是等着用钱？30两都看不上。听三叔婆在里面开骂，妍希脸都涨红了。王氏是为了自己而受辱的，他顾不得被他们发现自己偷听，咬牙起身想要进门去。一个老婆子，家中一堆活计不做，在外面瞎嚷什么？再让我听到你胡咧咧，你滚回娘家去！当家的我，昨你娘家嫂子来一趟，今儿你就来二郎家发什么疯？给我滚回家去做饭！叔公，您别怪叔婆了，欠的钱我会尽快还的。钱不急，你不要听你婶子胡咧咧，家里不等着钱用。你是个好的，早些养好身子去读书。咱刘家几代都是泥腿子，就盼着出个读书人呢。二郎娘，你莫听他婶子胡说。谢谢叔公，叔婆也只是一时被人糊弄了。叔公，进屋喝口水吧。不了，我先走。你三叔婆有些话说的没错，那牛员外家的确是有钱人家，但不是什么厚道人家。你是二郎的福星，救了二郎的命，我不能为了点钱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。只要家里有我们母子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吃的。别怕，一切有我在呢。我去做饭。不用做饭了，今儿运气好，我卖完布回来就碰到人在镇里施粥发寿桃，我去领了。婶娘，镇上什么人发寿桃啊？是县太爷家老太太来我们青龙镇了，今天派人到镇上布施寿桃，明天一早去青龙寺烧香。二郎哥，你说明天我们能去青龙寺卖东西不？卖东西倒是可以试试，只是卖什么呢？我想到了，我出去一下。二郎，刚才我回绝了三叔婆，你会不会怪娘？娘，您做得很对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们家里是穷，但是再穷也不能干推人进火坑的事。妍希不知道刘氏母子念叨的话，她曾在一家工厂做暑期工，就是编篮子。妍希按照记忆里的步骤，很快就编出一个巴掌大的小花篮。婶娘，二郎哥，我们去卖花篮怎么样？二郎，你觉得能卖？婶娘，我们去试试吧，反正也不要本钱，卖掉一个就赚一个呀。就算什么都卖不掉，我们还能去领2个寿桃，也不亏。行，那就明天去吧。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他编出了20来个小花篮。这个最漂亮，我要卖20文，这个就卖10文吧，这些都卖15文吧。我得再编几个手环当天头。有人要吗？刘恒对于妍希的漫天要价已经有些适应了。卖的新鲜，应该有人要。娘，家里是不早没钱了？放心，过几天娘还要织布去卖呢。二郎要多花时间在功课上，要不是这次生病，你也许8月都能去府试了，现在又耽搁了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再卖掉1亩田吧。娘，也许明天仙儿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呢。不行的话，我就去镇上给人代写书信，抄书。田不要轻易卖了，卖了我们明年恐怕就不够吃了。娘知道了。第2日一早，妍希在王氏给的2身衣裳里，选了补丁少点的衣裳穿上了。这不是竹参吗？娘可小心，希儿要靠这竹参发财。才这么几朵，哪里就能发财？20文或许能卖的。希儿，你带上是打算今天就拿去卖呀？不，我们不卖，我们要拿去白送。白送？反正先带着看看情况啦。山脚下有和尚在维持秩序，妍希和王氏，一个妇人带着个半大孩子卖野花，大家都觉得新鲜。希儿，要不你吆喝几句？婶娘，不急，我们等会儿。走走，要发寿桃了。婶娘，要不你先去魁星阁拜菩萨，然后再去领寿桃吧。反正一时半会儿没人来买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你待这儿莫走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找你。加油！第1桶金就看今天了。太太小姐们，买个花篮供菩萨吧。鲜花供佛结善缘，桃花多娇，油花多紫，余钱一共，财气满门啦。这小丫头说的话倒真有点意思。喜鹊，
去把那个小丫头叫过来，看看她卖的花篮，碰上了就是有缘，我们就做成她一笔生意吧。你这小丫头嘴巧，我家老夫人要看看你的花呢。来啦，谢谢漂亮姐姐，这些都是我家自己编的花篮。老夫人，卖花篮的小姑娘来了。她那些花篮看着都挺新鲜。民女拜见老夫人，老夫人万福。这么小就出来卖东西，你家大人呢？这花篮怎么卖呀？回老夫人的话，我婶娘去领寿桃了。以前听人说献花供佛有10种大功德呢，所以我编了花篮过来。老太太，您是不是就是县太爷家的寿星啊？小丫头好有眼力见，我家老爷正是本县的太爷。太好了，我真的见到老夫人了，这是我献给老夫人的，祝老夫人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本来还怕见不到贵人，没想到真能见到您，这肯定是菩萨的指引。你这丫头有心了，来人看赏。老夫人，这些竹参不要钱。傻孩子，这不是买你的花篮和竹参的，这是给你去买点零嘴吃的。谢谢老夫人。你这些花篮编得精巧，佛前问价就太俗了，喜鹊再给他个上等封。谢谢老夫人，谢谢漂亮姐姐，菩萨一定保佑老夫人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。看你这谈吐，家里读过书。回老夫人，我哥读书，我就跟着他认了几个字。我哥今年通过了县试，就是可惜他因为病了，错过了4月的府试。府试？今年府试是5月呢，你哥哥倒还赶得上。谢谢老夫人告知，我马上回家告诉哥哥这消息，这真是菩萨保佑指引。希儿，我们的花篮呢？婶娘都买走了。有个好消息，今年的府试原来要5月进行呢，我们快回家去告诉二郎哥。这是真的吗？花篮都卖了，是老夫人亲口说的。婶娘，我们得快点回去。对，快点回去，魁星老爷保佑啊！婶娘，二郎哥要去府试，事实上可不能马虎，吃好了才能有力气考试啊。再说，我们今天的花篮卖了不少钱，老太太还给赏钱了。好，这块肉我们要了。好嘞。早上出门时心有忐忑，回家时2人都是心情甚好。恭喜希儿，看来今日生意甚好。二郎，今日希儿听太爷家的老夫人说，今年的府试放在5月呢。今日进宝哥回家，给我带了裴先生的口信，先生也说5月府试，让我快些回去温书。那你明日就回学馆？娘，要不等明年吧，待家中宽裕些。二郎哥家里有钱啦，这得有3两银子呢，除开买东西花掉的，这一趟竟然得了12两。希儿真是不得了。婶娘，这些钱够二郎哥去府试不？足够了，可怎能用你赚的银钱？您不是说拿我当闺女看待，先用我赚的钱有何不可？这一吊钱我们留着做本钱，这个300文，三叔婆家的钱先还了吧。经过三叔婆那事，他是真的怕了。王氏到三叔公家去还钱，妍希则留在家里做午饭。希儿做菜真好吃，只怕县里大酒楼的菜也不如希儿的手艺呢。这一顿午饭，3人吃得满足。吃完饭，妍希想着刘恒这时候去县里，端午节是肯定不能回来了，不如多包几个粽子，他带到学馆送老师几个。过节嘛，送粽子总是没错。希儿，你灶上的活计是真不错。婶娘，这粽子明天让二郎哥带着路上吃。对了，我们拿着粽子送给先生当节礼合适不？端午了，是该送几个粽子。希儿想得周到，因为是去县里读书，他没再穿粗布短褐，换了一身长衫。果然人要衣装啊，他都有吹一声口哨的冲动了。收拾妥当后，三叔公带着刘进宝上门来叫人。他叔公怎么好麻烦您？也不单为送二郎，我去县里买点种子。他拿出昨天在药房配药时顺便买的乌梅，熬了一碗酸梅汤。婶娘，天热了，喝这么一杯消暑凉茶，您说会不会有人愿意买？这喝着倒是爽口。今天市集，我们去镇上卖卖看吧。可做生意都是妇人的事，你一个小女孩对名声不好。婶娘，你等我一下。倒像个小子。王氏背着背篓，妍希背上自己的布包，出发到镇上去。二郎哥，婶娘说你晕船，还在担心呢。还好赶上了，你快喝消暑清心茶，喝了神清气爽，保证不晕船。刘恒看到一个少年走到自己面前，听着声音耳熟，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妍希。再听他这一大串话，他什么时候晕船了？二郎娘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他想说自己是被妍希拉出来的，可妍希不等王氏开口，
三叔公本来没想来，沈娘说二郎哥以前晕船，我就想到我家祖传的消暑清心茶，忙到这时候配好方子，就煮好茶出来了。你这小娘子，你家那个茶真的能止晕船？这位大叔，我家这消暑安神茶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。妍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张口先说茶的来历。